大家好，我是 T，感谢观看订阅视频。这个视频拍摄的设备呢是前不久刚刚入手的 F-3A。为什么买 F-3A？是因为我实在等不到 F-6了，我更中意的是 F-6。更高级的电影机呢，无论是索尼的还是其他品牌的，我目前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的，而且我能够接触到的工作项目好像也配不上更高端的电影机。那我更中意 F-6，是因为它自带电子 ND。那么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有这个电子 ND 还是非常管用的。那 F-3或者是 F-3A 是没有的，但是呢，我想等一等 F-6的升级版本，所以，那就先入手了 F-3A。那么另外，我作为拍照的一些主力工具呢，之前的 HM4已经转手卖掉了，手里面现在剩下的只有一台，也是索尼的机器，是索尼的 A7R5，也就是这台机器。现在手上剩的镜头呢，基本上就是这支主力70-200，另外就是在录制的这个相机镜头啊。可能大家都不一定敢相信的。我身边很多朋友也说，为什么用着 F-3A 用着 A7R5要配微卓式的镜头？我觉得微卓式的镜头还是蛮好用的啊。这里是真心的，是我自己付费购买的。现在录制的这颗呢是微卓式的20毫米 f2.2.8这颗镜头，另外还有一颗也是之前购买的，说要跟大家录一些分享的视频，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录，是40毫米 f2.5。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最近几天呢，在录一些这个比较普通的啊，比较要求不高的采访，那我就用了40 f2.5的这个镜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微卓式的镜头呢，它的这个 Air 系列呀，大小都比较类似，重量呢也几乎相同，它的这个口径啊，几乎也都差不多。上稳定器几乎可以无缝的衔接更换，还是比较方便的。搭配相机，无论是拍照啊，还是录像啊，还是不错的。而且几百块钱的价格，用起来也不心疼，也不用给它贴膜啊，也不用过分的保护它，大不了坏就坏了。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干个活轻轻松松的也就，可以把这个镜头钱赚回来了。对于大部分的干行活的朋友来讲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也是要做一个开箱。那我是准备把 A7R5卖掉了。那么要换一个什么吸气呢？我估计有些朋友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说过，要换的就是索尼的 A12。那么这台正在录制的机器 F-3A 都是从索尼的官方拿到的，就是上海啊。从这个他们官方拿到的货呢，对，都蛮有意思的啊。就他们这个箱子呀，都是这种的，就是这种封条，特别像。大家一起来，我们来拆拆看啊。你看，对，都是这种的撕开的，就特别像这个苹果的那种机器啊。好，我们打开一下看一看。哎呦，哦，现在是不是它都标配了一个，这个京东京造的30瓦这个？我觉得 F-3A 也有送这个，应该是标配的吧？是一个氮化镓的，然后30瓦的快充，线是1.2米的数据线。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啊，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看啊，一堆东西。据说呢，这个现在的系列都是比较环保的，这个箱子也非常的小，根本不像旗舰机该有的这种配置啊。好，这个我们拿到了，我看看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单子。这个单子上面呢说的就是型号 A12、A1 Mark 2，然后一个30瓦的套装，然后底下有一些这个二维码啊，我们不展示了。OK，我们看一看箱子，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这面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扫码注册的东西。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是它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大家可以看到吗？也就是说，他在好像是9月底之前注册的话，送一个索尼自己出的这个 CFA 卡，应该是好像是80个 G 啊。OK，这个非常的环保啊，非常的环保，非常的环保。好，我们就直接开箱吧。哎呀呀呀，这个刀不太好使了，这还是这个装修家的人工人给我留下的这个小刀。哎呦，打开了，行了，看一下啊，当当当当，打开了。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出掉 A7R5。我记得 A7R5也有送这样的一个离线夹，但几乎用不到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朋友会用到这个，反正我是几乎用不到的。然后这就是一个注册的这样的一个小卡片，是粘到上面的。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罩子，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就是这个罩子。好像确实大了一些啊，确实大了一些，也就是说它这个边儿会大一些，这个会比较宽，这个会比较窄。OK， 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好用的。然后呢，打开就是一些这个非常重要啊，要保留好。里面非常的环保，非常尊贵的 A12的肩带，我感觉这个聊胜于无啊，确实是。但 HM4的、A7R5的，包括这个 A12的，我几乎都没有用。一样，不管是多贵的机器啊，只送1块电池。我觉得像这种机器，它就应该送2块。好像是第一批预定 A12的用户，会额外的赠送1块电池，然后还会赠送那个 CFA 卡。我估计从今以后的话，它都会升级成这种双充的了。F-3A 也是这个样子。老规矩，一端是 C 口，然后一端是 A 口的。这个数据线质量还是可以的，但几乎我觉得大部分朋友是用不到的。其实，好，把这些东西收一收，电池留出来，充电器留出来，然后最后就是本体了。哎呦，这个箱子还是蛮锋利的。好，那还是比较轻巧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它不一样的点在于这面的拨盘会不一样，我对比一下吧。哦，这一侧的拨盘是一样的，不一样的点在于这一侧。这一侧的拨盘呢，它也是分2层的，上面一层就是不同连拍的这个设置啊，下面呢是对焦。哎，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对于很多这个拍照啊，不同场景，这种对焦的模式啊，拍的这个模式其实是挺重要的。像拍赛事啊，或者拍一些活动，有的时候呢是需要开启这个高速连拍的，或者说是连拍功能的，而有的时候呢单次拍就 OK 了，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剩下的不一样的点在于。这里是一个录制键，这里呢是一个AF on，这个不变。我没记错，HM4或者是HL5应该都是 C1 键，它把 C1 键变成了录制键，而原来的录制键呢在这里，这里是一个 A1，然后这里 A2不变，但是它这个都高了出来，手柄好像握着更舒服。是的，手柄握着更舒服一些。
好像其他的变化都不大。然后呢，就最大的升级就是跟A73、A93和这个 A7R5一样，就是这个翻折屏。这个是没办法通过固件升级来解决的，只能够花钱。大部分其他的功能呢，据说都是可以通过固件升级让 A1就可以拥有的啊。它只是就是想让大家多花钱买一个 A12。这里呢是一个网口，可以传输数据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功能。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应该是跟 R5一样的这样的，也有一个专业的接口啊，音频的录制和监听的钮。然后是一个全尺寸的 HDMI 和 Type C 的口。这个塑料感还是挺强的，但确实比较轻巧啊，都是一样的。这面呢支持的是SD 和 CFA 卡，对比了一下，区别变化不是很大，和 A7R5。它应该有区别的是在这里，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小的，如果我没猜错是麦克风，也就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语音备忘录的功能。然后这个同样生成一个文件，后期的时候方便我们去查看、寻找一些重要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里，这里是一个 C5按键，这是一个多的，但是呢，这个是A93上是有的，应该是跟一个这个高速连拍类似的，我们要没记错的话。还有呢，最大的区别就是这里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它的这个阿尔法和这个7R，都是看着好像就比较尊贵的，而且是橙色的，包括这里也是。但这里呢，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A2，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A1，非常非常简单，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了，真的。我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这里会更圆润，这里有一个倒角，会更圆润一些。我在犹豫要不要把70200出掉，换成新出那个50150那个镜头，因为我现在几乎所有的镜头都出掉了，可能要买一个1635金 Master 的第2代。然后就是50150，中间呢缺就缺一点吧。在犹豫这套方案，同时也在犹豫要不要把70200留下来，然后添置一个1635，中间的话再添一个2470。那个2870呢，可能我不会很考虑，虽然它的光圈是 F2，就是超3元，但是那颗50150确实很让我心动，确实很让我心动。但其实更让我心动的是佳能的那颗头，是28105恒定的2.8，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规格。哎，但是索尼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类似这样的计划和这样的头。要是有那样的一颗头，那用起来应该会很爽，我感觉应该会很爽吧。OK，这个开箱呢就是这个样子啊，检查一下它的这个元器件，都没有什么问题，真的拿的还是蛮轻巧的，就是价格也很香。这个视频呢，我估计会很长，我说的也比较啰嗦，如果大家看下来，真的很感谢大家。网上关于 A12代的开箱分享确实不是很多，因为它升级的点确实没有让大家很兴奋。那它的价格呢还那么高，而且马上到了11月份，可能这个相机出来已经就1年了吧。确实，如果没有太大的需求，购买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除非你是对设备很喜欢折腾的朋友，其实我用它也是有点稍微配不上它的。网上有一个段子啊，月流水没有一台 A12的这个价格的话，其实你就不用考虑它了。当然我是没有的，但是我也想试一试啊，挑战一下。但是估计这个月流水有一台 A12是很难实现的，这应该是大家所在的地区的顶尖儿或者是全国顶尖儿的人才会有吧。也许人家一单两单就可以赚回来了。但是呢，也想挑战一下，毕竟它是集合了所有的。最近呢，投资设备、买设备也是花了不少的钱，未来呢还有一些就是想购买的设备，也是索尼的，索尼新出的一个型号应该叫 Z380，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Z280的升级版本啊。但是发布了比较久，但最近我看到有些朋友说是拿到货了，做了开箱，我也在观望一下，然后想购置一台，如果没问题的话，慢慢再购置一台，因为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工作呀，可能一台广角、一台特写往那儿一架一扔，只要电 OK、内存卡 OK，它基本上就可以连续工作，应该还是挺好用的一个工作机器的，但就是价格比较贵吧。工作了一天也比较累，现在也比较晚了，已经是半夜了，眼睛有点都睁不开了，所以也是没有梳理什么稿子，然后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做这样的一个开箱。网上 A12的开箱分享很少，真正用它的人，我觉得还是蛮多的。这些大佬、这些爱好者，应该，不是在，这个忙碌工作，就是在户外啊拍野生动物或者拍体育赛事。比如说93阅兵，就有很多总台的老师们在用 A12，这个是通过各种的报道，包括他自己的官方的宣传。都有说明这个在专业领域啊，在顶尖那一批人里面，都会毫不犹豫的该换就换了，而他们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分享，或者说他们也不屑在这种自媒体平台去分享啊。但是我觉得这台机器还真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机难求的，还是这个缺货的状态，也有可能是索尼故意的控货吧。我看线下的渠道跟官方的价格其实差的不多。如果需要开发票的话，那么再加上税点儿，那可能就不如从官方渠道购买更合算。有一个朋友，他是告诉我，有一个5月份的新机器，问我要不要，好像是43000多，而全新的应该是47999。那么5月份到现在9月份、10月份，也就是这么几个月，相当于一个月掉了1000块钱，那这个掉价有点狠啊。但是我想，还是买一个全新的吧，想体验一下。OK，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就我刚才的一些这个设想，要不要把700200换掉，换成50150？要不要这个增加一个索尼的这个 Z380等等这些方面，欢迎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包括这个焦段要怎么去取舍要不要添一个50 1.4啊？包括这个16352470。还是保留轻200，还是添加50150？然后就是关于 A12，大家使用当中有什么想分享的，想要这个教我的想要赐教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然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放在最后之前用 A7M4和 A7R5，它明显的更多还是倾向于拍照的。它的所有的逻辑，它的这个硬件的布置设计即使在用它录视频它也可以拍灰片拍这个 S-Log3，对吧？但明显感觉它的所有的逻辑就是这个东西是赠送给你的也知道你不会用它去主力的拍视频。那么 F-3或是 F-3A，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逻辑了，无论是界面还是这个设置，明显的就是完全偏向于视频创作。F-6我没有用过，我估计应该会比 F-3这个系列会
更倾向于视频创作，也更方便。那么今天拿到这个 A12，自己一上手就会更明显的感受到，它是更让你省心的去拍照、去创作，包括这个小转盘的这个设计啊，包括把这个视频录制按钮放到这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 F*3那个视频按钮呢，它有两个，一个在顶端，在这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 F*3那个录制键不是很好摁，但它很好摁的在于这个点，也就是前方的这个是6号键。OK，这就是最后想说的，不同的型号的机器真的是完全对应不同的工作流程、工作思维，真的是专业的机器啊，顶尖的机器，它是有它的道理的。与其去纠结它的一些价格和它的升级的变化多少，不如专注于，想用它就用，然后去快速的创作出好的作品，或者是艺术品，或者是用它赚钱，这样可能会更实际一些。OK，这就是这期视频想分享的记录的内容，感谢大家的订阅、观看、评论、点赞、转发、批评、指正。下期视频我们再见。